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因为远古遗迹中太过危险，萧炎将星陨阁的长老和弟子留在营地，等待接应他们。当远古遗迹开启，一座小山峰般庞大的赤红巨殿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，源源不断的强者都停留在巨殿之外。这个时候，没有一个人或者势力愿意当领头羊，率先踏入巨殿的100米范围之内。萧炎正双手抱胸等待的时候，突然察觉到一道冰冷的目光。发射出这道目光的正是好久没有出场的凤青儿，他的身边不仅有风雷阁一行人，还有着天妖皇族的强者。对于萧炎比自己更早进入斗尊，凤青儿十分不甘。现在萧炎自己送上门来到兽域，凤青儿绝对要将他抓回天妖皇族。萧炎瞥了一眼凤青儿，就收回了目光，环顾了周围一圈，这一看就发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。风雷阁、天妖皇族暂且不说，冰河谷和玄冥宗的人也都来了。萧炎心头一阵苦笑，没想到自己的冤家对头这一次全都聚在了这里。冰河尊者和玄冥宗的陈天南望向萧炎的目光都隐隐带着杀意，察觉到他们的杀意，萧炎也感觉到有些棘手。这些人分开来打，萧炎一个都不怕，但要是他们联手的话，就有些麻烦了。就在萧炎有些无奈的时候，出现了一个难得与他交好的熟人。唐振在周围众多强者的注视下，带着焚炎谷的强者走向萧炎一行人。焚炎谷在中州也是排得上号的大势力，唐振的举动也让凤青儿、冰河尊者等人忍不住皱起眉头。短短2年时间，萧炎不仅取得了单会冠军，还进入了斗尊层次，这种速度让唐振十分感叹。在察觉到场上有不少大势力对萧炎抱有敌意后，唐振让萧炎进入遗迹后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。当年萧炎可以说是救了唐火儿一命，这个恩情他铭记在心。更何况萧炎的前途一片坦荡，为人又很对唐振的胃口，所以他很乐意与萧炎交好。当赤红巨殿的大门开启，门后漆黑的通道猛地喷出一道道蓝色火柱，抢先跑进去的人瞬间被火焰燃烧殆尽。等到众人平静下来后，那些大势力才终于有所行动。萧炎用3000连星火将小医仙他们全都包裹住，一头钻进火道。有3000连星火护体，萧炎他们很快就超过了进来的更早的强者。没多久，他们就在火道中碰到了冰河谷的人。冰河尊者感应到后方萧炎一行人，陡然加快速度消失在他们的视野中。很快，萧炎就发现这个火道并不是进入遗迹的路，而是个陷阱。真正的通道是在下方的赤红岩浆之中。有3000连星火在，萧炎直接带着他们钻进岩浆中，找到了真正的路。他们很快就来到了通道尽头的广场。广场的尽头有一扇极为厚重的石门，石门前有10道眼神空洞、面无表情的银色身体屹立在那里。萧炎一眼就认出了这是10个在斗宗巅峰层次的地妖魁。场上的人目光大多也都停留在这些傀儡的身上。很快，场上1名1星左右的斗尊强者就站出来对上了这10具傀儡。斗宗和斗尊之间的差距太大，傀儡们接连败退。之后，这10具傀儡形成了一个奇异的阵型，领头的地妖魁在萧炎震惊的目光中进化成了堪比2星斗尊的天妖魁。天妖魁一拳就将那名斗尊强者打出了战场。原本萧炎对这些斗宗级别的傀儡没什么兴趣，但在看到这些傀儡可以进化为天妖魁后，萧炎的眼中闪过一丝垂涎之色。他让小医仙帮他看着一点其他人，便挺身而出，说既然没人出手，那便由在下来打头阵吧。凤青儿身旁的白衣男子看到萧炎出手，也缓步走出来，嘲讽萧炎1星斗尊的实力连先前的老者都比不上，还是算了吧。萧炎半点不带搭理白衣男子，直接冲进傀儡们攻击的范围。白衣男子紧随萧炎也冲了过去，对着萧炎后背就是一道攻击。萧炎躲过他的攻击后，便开始用灵魂力量准备接手这10具傀儡。这些傀儡体内的灵魂印记早就在无尽的岁月中磨灭，萧炎的灵魂力量一侵入，就直接建立起了与傀儡的联系。萧炎轻轻松松地收了10具傀儡后，紧闭的石门也终于打开了。石门开启，萧炎再次回到先前的位置。他并不想当第一个进入遗迹的人，等见到领头羊没什么问题，萧炎才带着小医仙等人进去。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座宛如巨无霸般的巨殿。
大殿周围有着不少不知延伸到何处的走廊。萧炎让擅长探宝的紫妍带路去找魂因果，他们跟着紫妍飞了将近15分钟后，来到了一扇古老的大门前。推开大门，一股被深藏了无数年的浓雾药香涌出。石门之后是一片由各种珍稀药材构建而成的远古森林。萧炎被这片森林狠狠地震撼到了，回过神后就赶紧将石门关上。紫妍满眼星星地抹了一把口水，抓起一把能量浓郁的灵芝就往嘴里塞。萧炎强行忍住想将这些药材收进纳戒的冲动，拖着不肯走的紫妍走向森林深处去找魂因果。这片远古森林经过无数年的演变，拥有不少实力强悍的远古魔兽，不过有紫妍身上那股若隐若现的龙威在，没有哪个不长眼的魔兽敢来惹他们。有紫妍特殊的天赋技能在，萧炎很快就找到了魂因妖树。魂因妖树生长在一个湖心小岛上，但凡天地灵物总是会有异兽守护的。魂因果身为可以锤炼灵魂的奇宝，自然也有这个待遇。紫妍隔空挥出一拳，狠狠地击打在湖面上，一个巨大的阴影迅速浮现，破水而出。见到守护兽是外界已经绝迹的通天蛟，紫妍都忍不住有些惊讶。通天蛟这种远古魔兽，体内也拥有着一丝龙族血脉，对付这种魔兽，有紫妍一个龙就够了。在紫妍的龙威之下，这头7阶巅峰的通天蛟变得十分乖顺。紫妍摸了摸通天蛟的头，指向魂因妖树。通天蛟守护了魂因妖树这么久，十分不舍就这么拱手让人。看着垂头丧气的通天蛟，紫妍不由得心软，让萧炎给这个好可怜的魔兽一些补偿。萧炎拿出2种对魔兽肉体有着锤炼之效的丹药和1株成熟的化形草。听到有化形草，通天蛟眼睛顿时亮了起来。拿了报酬的他美美的钻回湖心深处。萧炎成功将魂因果拿到手之后，心头的重石也终于放下了。正打算离开时，却发现一旁的紫妍目光怔怔地看向森林的更深处。萧炎一愣，问紫妍怎么了。紫妍有些茫然，他的血脉深处告诉他，那里有什么东西在呼唤他。萧炎知道紫妍身为太虚古龙，不会莫名的就有这种感觉。他看着一直将目光锁定在森林深处的紫妍，决定去看一看。这片森林已经进了不少人，但他们想要顺利走到里面也没那么容易，所以他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去见识一下真正的宝贝。萧炎一行人在森林中穿梭了近10分钟，才终于到达了这片远古森林的中心。紫妍盯着不远处一片平坦的地方，脸色凝重地伸出小手。在他的小手触摸到面前半指处的虚无空间时，一道金光突然凭空出现。萧炎几人看着面前这个呈倒扣的碗状金光，眼中闪过惊愕。他们在这个神秘的金光罩上感受到了一种压抑。这个金光罩名叫兽灵罩，只有生前实力极为强悍的魔兽在临死之际才能够凝聚出这种兽灵罩。但这个兽灵罩中不仅有太虚古龙的味道，还带着一点远古天妖皇族的味道。这种兽灵罩只有血脉相同的人才能开启。紫妍咬破手指，一道金光裂缝撕裂而开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